今天是2025年4月1号，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35。今天这个因为直播设备有点问题，耽误了5分钟。不好意思，让大家如果说已经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让大家久等了。那么我们今天直播是从正常的话是11点半到12点，因为现在欧洲也开始进入夏令时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那么今天会延长5分钟。感谢大家耐心等待。如果说已经在直播间的，我们可以进行提问了。那么提问的时候，请把你们的英文代码或者说这个英文名字打上来。我们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大盘现在这个情况。现在这个大盘呢，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开盘之后一个暴跌，对吧？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那么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它跌破5504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空头陷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买进？就是说，在日线上它跌破5504之后，就会有出现，你就要去观察是不是出现盘整背驰，对吧？而且它这个 MACD 是在很高的位置，它不是说MACD 交叉然后掉头向下。所以说，希望平时观看我频道的朋友，在这个位置或者跌破5504之后，有敢于往里进，对吧？这就是你学理论的一个目的或意义。那么现在反弹回撤够笔，又出现这个日线底分型了。现在我们期待的是这里能够反弹一笔出来，反弹一笔出来。如果说是一个弱反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再往下走也可以，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离开段和进入段，看看有没有盘整背驰。如果说出现盘整背驰的话，还可以继续回来继续震，对吧？如果说没有出现盘整背驰，那这一笔离开可能就力量非常大。这样的话，离开段跟进入段就不会出现背驰，那可能就会出现2个中枢之后才能结束。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反弹特别强，反弹特别强，起码要突破这个非常强势的突破5786，对吧？突破5786之后，看给不给一个弱的回撤。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位置是一定要进的，那么就会有一个3段，甚至做完中枢之后再往上走也可以。现在主要跟踪的就是这一笔的这个力量，对吧？那么这笔的力量，你可以通过小周期的慢慢去跟它。好的，那么的话，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那么就简单说一下大盘，大家可以只要这个5448、5488只要不被跌破的话，就看它这一笔的后期的一个生长。但是现在市场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因为4月2号嘛，是特朗普一直叨叨的或者一直他提的这个日子，就是说要对所有的国家开始这个对等关税了嘛。那么现在市场应该是已经消化了这个消息了，对吧？已经 price in 了。那么至于明天怎么样的话，现在图形上起码没有告诉我们明天要暴跌，对吧？你现在这个底分型的表达是一个多头强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只要按照图形一步步做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苏珊朋友问的特斯拉。苏珊你好，特斯拉的话最近其实表现是比较强的，它比这个什么英伟达啦或者其他的一些股票的那个图形上是强的。我们说一下它的图形上强在哪儿。其实英伟达特斯拉调整的是比较深的，对吧？它从488跌到218，这是基本上腰斩。那么它这个调整其实是已经过度了，就是有点那个超卖了。这叫如果说用技术语言的话，就是超卖了。但是呢，它超卖各种原因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治上的原因。那么图形上我们看一下，从218反弹之后，它从上面下来的话是一个1、2、3、4、5、6，是第6笔反弹。第6笔反弹之后，现在这个回撤力度太弱，说明这个砸不下去，对吧？砸不下去，说明大家都不卖了。那么现在就是说，从218.13，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也就是说，这个第6笔反弹没结束，它可以继续，甚至可以杀到120天。但是它这个马上要财报了，
大约是在4月29号，可能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出来。那么看它财报之后能够杀到哪个位置，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有的话可以继续再拿一拿。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213之后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的生长。它次级别现在表达还不够完美，也就是说结构不够饱满，说明上涨的动能还在。然后你看它这个张口还是可以的 ，MACD 张口张的还可以。那如果说你要是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次级别，然后再讲一个它的另外一种情况。那么它这个次级别就是拉回到中枢里来了，从这个起涨点，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加到1小时上，这样的话每个周期都能看到它。那么218这个起涨点之后，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很强势的回去，然后因为它这个有一段破坏了这个结构，就是说这个3买啊，在当下的话你是应该抓住的。这个3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这个3买，这个小3买，这个小3买在当下的时候，针对这个是绝对是个3买，它这个向上生长的时候只有3根 K 线，对吧？因为在缠论里面，你这个构成中枢这段是需要满足定义，但是它的进入离开的话，全都是可以那个跳空缺口的。所以这个3买，我不知道当时在当下有没有抓住它。你如果说在当下去测它的这个回撤的话，是一个非常浅的回撤。当时这个回撤刚刚到 0.382 附近，所以这个3买，如果说你学了这个的话，是不应该错过的。起码这个非常强势的这3根 K 线你是能吃到的，对吧？这是当下。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把所有的图形结合起来的话，那这个3买就不成立了，因为这个向上生长这段是不符合定义的。那么意味着直接一笔就到了291，然后从291直接拉回到中枢里面来。然后如果说你当时在盯盘的话，或者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图形工具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中轨给它切换出来。那么到了中轨这个上面，说明还是多头偏强的。那么即使是拉回到很深，它只不过还是在进行这个中枢震荡，对吧？我们一直说中枢震荡如何操作呢？中枢上方减仓，中枢下方加一加，直到它不继续中枢震荡。什么来判断不继续中枢震荡呢？3买和3卖现在都没有出现呢。虽然说这里出现过一次，但是后期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针对这个中枢的话，还是没有3买或3卖，它可以继续震，它这个上去的话可以继续回来。如果说这个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如果说回不来的话，还是3买，还可以再继续上去。所以说你要交易特斯拉的话，就用这个1小时这个小中枢就可以了，围绕这个中枢。那么因为现在提问的人不多，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已经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应该如何操作。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段243上涨的这一笔，1小时已经够笔了，然后也到了200小时均线，对吧？如果说你回到中枢之后，你买了做短差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可以减一减，对吧？因为它到了这个，如果说你用偷懒的方法的话，就是这个均线做辅助判断。你如果说不愿意去费事的去看它的内部结构的话，那么到了200小时均线先减一点，对吧？或者挂单卖一点，因为你是赚的嘛，只要是赚钱的，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操作一点。无所谓那个卖早一点卖晚一点都无所谓的。如果说你是亏钱的，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多拿一拿，稍微摊一点，对吧？这就是看你的这个进场的位置。那么现在这段已经够笔了，我们也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因为它现在还没有顶门形呢。看一下次级别15分钟，15分钟没有结构。我看一下啊，这里应该有一个回落。哦，15分钟这里是有一个回落，是这样。15分钟特斯拉给过一次回落，就是3段，现在15分钟是3段。那么15分钟3段，我们先比较一下这1、2、3有没有被持。哎，刚好是等比例，看到没有？刚好是等比例273，所以这个位置该减了，这个位置该减一减。它即使再往上走的话，那么它的内部的话也容易出现背驰。你看它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是15分钟周期吧，这里有4根 K 线，这里有3根 K 线，都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是有2个小中枢的。它即使再往上走的话，它的内部已经饱满了，它还是要下来。你要么就卖在现在这个273附近，要么再往上拿一拿，可能卖到227几，对吧？那就看你个人的这个能不能够盯盘了。毕竟这个周期是比较小的，只适合于那个能够盯盘的人。
那么如果说不想盯盘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卖一卖。然后什么时候买回来呢？等待它再次回落，回落的时候只要不碰到前面这个低点260，你就可以买回来，对吧？那么买回来之后再次来一笔，也就是1、2、3、4、5，这就是浪形里面的5浪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5浪上涨。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在273这个位置受阻的原因，一是这个等比例，二是这个1小时的这个200小时均线，都是一个这个相对的就是卖压比较重的位置。所以说就看你要不要去减一减，或者说你想再多拿一拿都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说呀，针对特斯拉的话，就是这么做。你交易的时候就是这么交易，小周期的跟大周期结合起来，然后小周期的做一做差价，大周期的在那个有底仓的话可以拿一拿。你这样的话，你的交易系统就是一个立体的，对吧？这就是禅师说的，分区卷钱。什么是分区卷钱呢？这个区就是周期，不同的周期我都可以用来操作。那么对应不同的周期，对应不同的仓位，对应你的这个预期。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这个基本上用3个周期就可以了。所以说为什么缠论好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立体的交易，而不是单看一个周期。那么针对特斯拉的话，就是可以先卖一卖，然后等待回来再回落。那你可以不全卖呀，毕竟它现在连这个1小时的顶分型还没有出现，它可以继续往上走一走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就看你的个人的一个风险一个喜好嘛。有的人可能风险喜好低的话，这个位置我就愿意卖一点，先那个落袋为安也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么既然是赚的，我卖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胆一点。这是这个特斯拉，那么整体的话还没有太多的变化，针对特斯拉，所以说不要期待它能够现在起码给你真正有行情可能要站到120天以上。现在还是只是一个弱势反弹，或者说这个超跌反弹，现在只能这么看，连前面的325还没有碰到呢，对吧？这里起码要出现一个变化的时候，也就是说有背驰的时候，上涨有背驰，就不背驰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看涨。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超跌反弹。然后看一下这个朋友，一个应该是平时比较少问。我看你这名字在直播的时候比较少见，看一下英伟达是吧？英伟达我们也看一下，英伟达的话就偏弱。上次直播的时候我就说过，英伟达在1小时图形上就偏弱。那么先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的之前那个底分型被打掉了。周线上之前这里是有过一个底分型的，但是在昨天周一这个大跌的时候，把这个底分型的这个最低点给打掉了，但是也是一个快速拉回来。然后我们看这个，先把这个线给它画过来，然后这个先去掉。然后我们看一下日线上，也就是说从153它的结构一直没被破坏掉，下跌趋势一直没被破坏掉，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一个3脉，也就是说122这个位置成了一个上面中枢的一个3脉，出现3脉之后又一个下跌，打掉了前面这个104这个低点。那么现在这个这3段目测的话是有背驰，对吧？但是呢，它这个第三段的内部没有出现明显的背驰，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从122.74，也就是说你在交易的时候不单要看日线这个周期，你想做的更精准的话，一定是结合多周期的。看一下1小时，那么从我高量这一段，从122.74下跌的话，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开始走，然后在这应该是周五的时候，上周五的时候给过，在当下的时候是给过一个3脉的，这个位置，就这么几根 K 线，非常非常弱的一个反弹，但是在当下的时候，这是一个3脉，这是一个1小时的3脉。如果说你在周五交易的时候，它这个反弹非常弱，然后也反弹够比了，然后出现，如果说你是以顶底分型交易的话，那么周五收盘之前是应该出来的，或者说应该减一点的。如果说你在尝试做短差操作的话，因为它针对上面这个中枢是3脉呀，因为你不知道它后面是怎样的，所以说在周五当下的这个位置你是应该硬的。但是等到周一之后，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它直接一个跳空缺口，对吧？一个跳空缺口直接下来了，它就破坏掉了这个这一笔上涨的这个结构，那就意味着前面这个要拖到这里来，也就变成这样一个结构了。那么这个新的结构针对上面这个中枢的话，还是没有出现3脉。
这个图形跑掉了，把它重新拽过来，重新说一下，就是说，因为周一的这个跳空缺口之后，把这个反弹的结构给它破坏掉了。那么针对这笔反弹，针对上面这个中枢还是三脉，如果说回不去的话，因为它是出现新的结构之后，你要根据新的结构，因为当下这个时候这个三脉和我现在这个反弹，如果说成为新的三脉的话，它俩是不冲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下这个位置出现三脉，它之后的这个情况说明它这个结构没完成。结构没有完成，那就可以进行图形修改，或者说你的系统需要进行修改。你有了新的这个结构的时候，需要根据新的结构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是大家需要学习的，不能说啊我这个出现三脉了，那又出现一个三脉，你这个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变来变去的？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它这个结构没完成，你在分析的时候只能根据当下的结构来分析，对吧？所以说现在，那么为什么说它弱呢？因为它现在是你像特斯拉那个是一直在一个中枢震荡，那它现在都快要出三脉了。那么我们再测一下它现在潜在的这个反弹的位置，看到哪些位置？你看它连 0.32 都没到，对吧？最浅的反弹位置还没到呢，所以说英伟达是弱的。到了这些位置，如果说你发现上不去了，甚至是顶到120小时的话，还是没回去，那还是三脉，那还要再下来一次。那么等待一个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三段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甚至再打一个低点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因为我们只有看到结构出现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的其实是背驰，不论是一个盘整背驰还是一个趋势背驰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这个背驰点，这个位置可以仓位大一点。你现在做的也只不过就是这段反弹而已，只是这个弱反。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英伟达是偏弱的。那么弱势的时候，你针对的仓位就尽量的稍微小一点，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Shirley 沈这个朋友问 CMG， 这个 CMG 的话，在美国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对吧？它是一个墨西哥那个餐馆，汉堡应该非常好吃。它这个图形好像是那个巴菲特，忘了是在哪个时候买了它这个一点点的股份，对吧？要不就是巴菲特买了一个什么披萨的一个票，反正是有一个餐饮行业的巴菲特，不知道是还是说巴菲特买的，还是说他的这个下面的这个管理人员，就是因为他手下不是还有两个人吗？那么这个 CMG 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我是知道这个公司，但是从来虽然说人家是卖这个汉堡的或者怎么样，图形很牛啊。我们看它这个整体结构，06年上市，然后这也是复权之后的，一直到69，对吧？从0点几到69，其实不要看不起，或者说大家不愿意做这种因为它不是科技公司啊，也不是什么生物啦、制药啦，对吧？但是并不影响人家赚钱呐，对不对？所以说，但是这种票一般都拿不住，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呀，你又不是做餐饮行业的，或者说你对这个行业不熟悉的话，那么它这个整体结构的话，现在在看的周期是季度的，是我们看这里是有没有过一次这个回撤的话，这个图形的话，那我切到这里的话，这个应该有过一次季度的回落，我们把它这个切到这里，就是这里是有过一次季度的回落，然后再次季度的回落，然后这里的话是不够，所以说它的在季线图的话，我们看一下大周期是一个五浪，1、2、3、4、5，在这个浪形的中啊，就是说这个波浪的时候，没有规定五浪的大小，它是波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三浪不能是最小的。在这个波浪理论里面，只要三浪不是最小的，然后四浪的回撤不能够碰到一浪的顶，这个浪形就成立，对吧？所以说没有规定说五浪必须要比三浪小，所以这是大家需要清楚的。虽然说五浪是这个浪形里面的尾浪，一般我会这样说，五浪是这个尾浪，但是尾浪并不代表它涨得不够强，对吧？所以说不要先入为主，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这个有偏见。那么针对这个的话，你就能看到它虽然说是第五浪了，但是走的不是那么流畅吧，但是还是一点点往上窜。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用浪形交易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拿不住的原因，就是觉得哎呦这是第5浪了，我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多减一减，或者说不敢拿了，就是会造成这种问题。那么针对这个 CMG 的话，它从这个 4.95 涨到 69.26， 还是在第5浪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第5浪里面是有结构的，而且它的结构应该也是一个浪形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它次级别。那么在月线上，我们看它的月线上走得非常强，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浪形的话，可以当成一个2浪回撤这个位置，然后这也是3，然后一个4，然后4之后这个也是就看你怎么选了，对吧？这也是严格定义的话是不满足比的，但是在波浪理论的话，他们会当成1浪看。我们就严格来看到，按照我们的缠论来，然后这个又打了一个新低，基本上就是这样。月线上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对吧？现在我们就通过大周期找方向，找这个分析段，也就是季度的第5浪。季度的第5浪到了月线之后，又是一个浪形，又是一个5浪，1、2、3、4、5，然后现在是开始做中枢了，也就是第6浪或者第6笔的回撤。那么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这个第6浪结没结束，对吧？或者说第6笔有没有结束？只有它结束了，它要上涨，因为股票图形就是这样，不是跌就是涨，要么就是横，它只有这3种状态。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判断它的走势是不是结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抓拐点呢。缠论是最好的抓拐点的这么一套理论，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分析这个拐点的原因，因为你离这个拐点越近，说明你的这个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是不是最爽的，对吧？所以说要分析它这段的这个是不是要结束了，要看它的次级别，因为你看它的本周期的话没有太多信息呀。它的本周期信息并不多，你找不到它是不是要出现拐点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次级别，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切到所有周期上。那么周线上也是这个价格 69.26， 然后3段这就有结构了呀，对吧？它就有结构，你就可以比较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盘整背驰啊，是不是出现这个等比例啊，对吧？这3段周线上有3段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发现了什么呢？发现第3段没到等比例 45.76， 然后这个第3段的那个面积比前面能小一点，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对吧？有背驰的迹象，也就是第3段有背驰的迹象了，那么就有希望这段在周线上的第3段有可能要结束了。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又变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又切到周线上来，这样的话你就通过这个区间套的方法，一点点的把周期就降低了。那么因为周线以下的话，我们就可以交易了呀，对吧？因为周线了、月线了，这些周期都很大的。如果说你要想交易的话，可能1周、2周才能做一次交易，或者1个月、2个月才能做一次交易，这个是这个不太适合我们小散户的。那么现在这一段跟前面这段比有要背驰迹象了，然后这里又出现了周的底分型了。这个位置其实是，如果说你一直跟着的话，它的日线上肯定是有更细的结构。那我们把日线上这段也给它画完，从下来之后一笔反弹，然后再次又是一个浪形下来。那么在日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出现中枢之后又给了一个，它这个结构跟这个特斯拉的有点像，对吧？特斯拉这个是高低点没接触，它这是有接触的。所以说呀，这个位置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周线上是有底分型，然后之前跟大周期我们把它缩小一下。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这一段跟这个后面这段这个结构是周线上那一笔。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是有这么多的结构的。你发现前面这段下跌的时候是非常流畅的，它是没有中枢的，看到没有？它一直下来之后是一笔就下来了，一笔就到这里。但是呢，后面这个的话，我们是带一个中枢下来的，说明后面这段的抵抗更强啊。那么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有你自己的一套分析方法，这个位置有没有进，对吧？这个位置进，然后再看什么呢？就看首先能不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或者说给一个
3脉转2买这个模型也可以，这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模型。那么就可以做这个2买这个位置要进。那如果说出现一个强势反弹的话，那么意味着这里就可以断开了。那么在 49.55 就可以生长出来这个周线上那一笔了，对吧？所以说呀，先做也是一样，先做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点在哪里 ，51.32。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说 47.55 到 51.32 这段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这段现在。那么在1小时上一段回落，这个高低点是有接触的，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对吧？那么这个中枢就出来了，你就会做了呀。有中枢就好做了，就是中枢震荡，这是出现中枢了，然后这个上去力度减弱了，内部卖一卖，回来了加一加，又上去了。你发现没有？一旦你有了中枢之后，你就会操作了。现在又是到了这个位置，这个跟那个我们刚才分析那个特斯拉还是这个哪个特别像，也是到了这个200小时均线。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的话，也是一样。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这里有一堆，说明它的次级别也是有2个小中枢，或者说15分钟是3段。看一下15分钟，先看一下15分钟的话，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15分钟基本上不是特别饱满。我们看一下5分钟，5分钟的话，这里是一个下上下，对吧？是一个小中枢，然后这里是一个5分钟300，就是这里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那么这是可以是这个是一个5分钟的强300，这是5分钟的一个标准300。那么如果说不看这个强的话，就是这样，直接从这个一个下上下直接就到这里，然后给一个5分钟300，然后现在又是，如果说这个包完处理之后也是不够比，但是呢这3段是有被持了，所以如果说你有的话，现在这个可以减一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1小时这个内部已经出现那个被持的迹象了。你或者说还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等它再次突破51.32之后，可以就那个大胆的卖一点，之后等待它这笔回落。如果说回不来的话，还是1小时的300，还可以继续买回来，看它能不能够走离开。当然了，最弱的就是出现了突破了51.32之后有被持，然后又拉回到这里面来，甚至打掉这个47.55，那就相对就弱了。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先做1小时，或者说结合这个5分钟这个周期做一做，最主要就是突破这个51.32之后，可以把你的仓位先减一点，也就是说日线上因为突破了51.31或者32之后，说明这段是可以结束了，它可以结束，但是也要看它的内部是不是给到一个小周期的一个300。好的，现在是美东时间已经12:03了，我可以最后再回答一个，因为有一个朋友问的一个应该是只是一个提问，我们看一下他说什么。这个赵朋友问，刚才说日线标普的日线已经是有1笔，但1小时上并没有3笔，是否意味着日线1笔回调没有结束？你说的是这段对吧？你说这段日线上有1笔，然后那个1小时上没有3笔，不需要啊。它的要看这个其实是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问题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多周期看，如果说它的次级别现在是60分钟是没有3笔，你说的很对，对吧？我们把这个清掉，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重要的，我们多说2句。但是呢，你要结合30分钟和60分钟，有的时候它的周期是不是100%对应的？就是说日线的次级别是60分钟或者是30分钟，其实啊，2个周期是都可以的。那么你这个，因为它不是100%对应，从高看这个周期这里，从高周期到低周期我们用的是区间套，从低周期到高周期我们用的是递归，哪个更准呢？肯定是递归更准呢。也就是说，你需要从小周期一点点递归上来，那么那个的周期才是更准确的，那它的对应性是100%对应的。但是你从高周期通过区间套往下看的时候，日线的次级别它跟1小时或者30分钟它不是100%对应，有可能它的次级别就是45分钟，
所以说，不是60分钟上没有，它就不可以回撤一笔就结束。我们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但是也没有，但是呢，这里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反弹是够一笔的。如果说你用递归的话，这个是这几根 K 线是构成30分钟的一个二卖，然后这里的话是也是没有，但是它的15分钟上肯定是有一个向上下。所以说呀，针对你问这个问题，就是要多周期看，多周期看。而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出现日线底分型以后，我之前说过，如何判断是否形成中继顶分型，这个是其实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知识。也就是说，你需要看它的次级别，出现这个底分型以后，你要观察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有没有3买。这是那个这个日线那个底分型的这个5分钟结构，也就是说这些构成了日线那个底分型，在这个日线底分型之后，现在已经出现3买了，这里有一个3买，看到没有？针对这个5分钟中枢，这里已经出现一个3买了，意味着日线那个更容易形成一个上涨一笔。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说，这里更容易形成一个向上的一笔的一个反弹，因为它的这个底分型出现了一个3买的一个结构。那么只要5448能守住的话，这里就会有一笔反弹。所以说呀，首先看大周期，够不够一笔，然后再结合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这个是一个知识点，这个需要这个多练习就好了。而且吧，你就是把多周期联合起来就可能更你想抓这个拐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更精准一点。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分析到这里了。我们这个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周4再见。